Hello，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今集就係分享呢一個 PB 限定嘅 HG 雪霸啦。嗱，咁我拍嗰陣咧就唔知道 Bandai 啱啱推出 Metal Build 嘅雪霸嘅。咁如果你俾我呢一段影片呃咗入嚟收睇嘅，就向你講聲唔好意思啦。咁我自己咧就未睇過聖戰士嘅，咁佢應該都係70年代朋友嘅童年回憶。咁可能有朋友即刻問啦，喂，點解我要分享雪霸啊？咁因為 Bandai 咧公佈今年12月係會推出 TV 版嘅 HG 燈霸嘅，咁但係我就唔係太中意。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上 Premier Bandai 嗰度訂㗎。呢一個雪霸有兩塊面俾大家選擇，一個係生物頭，而另一個就係機械人頭。模型比例就係1:72，推出年份就係2021年，唔係太耐嘅啫。咁 Bandai 咧就經常推出高達模型，其他嘅科幻動畫咧就少咗啲產品。唔知道呢一個 HG 質素又點樣呢？喺開箱之前都要再講，如果中意我呢一段 HG 雪霸影片介紹嘅，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呢款黃色雖然唔係大家經常講嘅大便金啊，不過我都唔係太中意，或者會考慮為佢重新上色嘅。呢兩塊就係翅膀嘅透明件啦。咁我用個 UV 燈照過呢，係冇任何熒光效果嘅。雪霸兩對腳爪嘅零件，我最初以為腳爪係冇做分件嘅，咁一陣間砌呢，就知道結構係點樣啦。呢三塊灰黑色嘅板件就係組成雪霸嘅關節件啦。手型就有3對，因為雪霸設計係以昆蟲為藍本啦，所以有啲關節呢係設計成有啲似骨骼嘅紋理啊。今次嘅紅色件就屬於眼睛嘅。雪霸嘅外甲武器感覺上係有啲偏藍嘅白色嘅，就唔似一般高達嘅灰白色。裝喺心口嘅呢一件外甲件最明顯啦，大家見唔見到啊？至於隱藏式水口，我檢查過係冇嘅。保色方面就提供咗一張貼紙俾大家，我應該係會用晒佢㗎。說明書首頁就係咁噶啦，後頁都有呢個雪霸嘅介紹，不過就係日文。喺呢度都講一啲故事嘅背景啦。其實呢一個雪霸係出自1983年 TV 版之後嘅3部 OVA。大家而家見到嘅主角就係 TV 版嘅男主角阿長啊，經過咗幾百年之後嘅轉身啊。砌嘅過程跟住說明書嚟砌，冇乜嘢特別嘅難度。雪霸嘅武器方面就只係得一把劍同埋防守嘅盾牌。我決定咧將全部黃色件剪落嚟，再用金燈 marker 咧為佢哋上色。不過今次我就唔係用上一次幫 HG 龍神號油嘅白金色。咁如果大家想睇呢一支白金色嘅表現，歡迎大家收睇機會嚟啦，飛雲為 HG 龍神號上色呢一段片啦。而今次就係用呢一支黃金色啦，大約26蚊啦。咁編號咧為 XGM08。頭先提到嘅白金色就係 XGM07，大家唔好買錯啊！大家記得開筆之前一定要好似我咁樣搖勻佢，唔係嘅話油出嚟嘅顏色有機會一深一淺嘅。咁另外都唔會有太多不痕。開過之後唔係立即油上去啊，而係用一張白紙試一試睇點出嚟嘅顏色係咪勻循嘅。開始油上去啦。經過上一次 HG 龍神號嘅體驗呢，用金燈 marker 嘅要訣最重要就係手要穩定。另外最好就係可以做到一筆過啦，唔係嘅話呢係會有深淺色嘅。左手呢一件係油咗啦，而右手呢一件呢就未油嘅。大家睇唔睇得到分別啊？咁我都嘗試用 AV 油幫要上貼紙嘅地方保色嘅，不過就真係好考個眼力咯。希望油出嚟嘅效果會更加好啦。經過咗一晚，黃金色係十分明顯嘅，咁我估大家應該都睇到啦。最後我決定都係用翻呢一個 HG 嘅藍色貼紙啊，自己油得唔好，技術所限冇計。額頭嘅呢個零件藍色寶石位呢，實在太細啦，完全係考起我。
技術勁嘅師兄可以試下挑戰，而我就認輸啦。紅色都係一樣，用翻貼紙。咁可能啦，有上一次油白金色嘅經驗啦，今次油黃金色咧喺大面積嘅零件表面咧冇乜嘢不肯喎。我真係只係油咗一層上去嘅啫，摸落去都幾滑嘅。呢個 HG 雪霸我大約用咗2日時間去完成。咁喺分享組裝過程之前，大家一邊欣賞佢嘅 pose， 咁另一邊呢，我想多謝一位朋友劉先生。咁佢以原價大約300蚊度呢，就轉讓呢一盒 HG 雪霸俾我。唔係嘅話，我都做唔到呢一集。喺呢度要再一次多謝佢。咁希望你會聽得到啦嚇。因為而家呢一盒模型呢，多數都係炒價。砌完呢一個雪霸嘅感覺，我會以神聖同高貴嚟形容佢。簡單嘅塑組完成度已經好高啦。當然，如果你有更高嘅技術，將用貼紙嘅位補上金屬色，我絕對可以肯定佢嘅外形係唔會輸俾啱啱推出嘅 Metal Build 嘅。頭部藍寶石貼紙咧，好容易移位嘅。咁如果你都係用貼紙保色，就要就一就啦。向左或者向右好暢順嘅，不過要注意下巴係有機會會刮漆㗎嚇。砌頭部之前，大家最好決定係砌生物面啦，定係機械面。咁而我呢，就選擇砌生物面嘅。咁由8件零件組合嘅頭部，最困難就係眼部放咗上面部之後呢，2塊面合拼嘅過程啊！我試過係對唔正嘅。身體只有微微向前嘅角度，向後大約係咁多。另外，大家要注意啦，扭向左或者右嗰陣呢，有機會係會刮到腰部嘅呢一個金屬裝甲邊嘅。咁所以各位朋友要注意一下啦。腰部前面係冇任何可動嘅，後裙甲亦都冇任何可動啦。身體由20件分件組成，咁喺呢度都想講一講啦。呢一個 HG 雖然做唔到完美分析，咁有啲地方要補色嘅，咁但係分件都做得好足噶啦。曾經有朋友講過啦，Bandai 出高達系列以外嘅機械人模型係好有誠意嘅。咁大家都睇到啦，身體嘅裝甲分件方面係做得好充足嘅。至於佢嘅骨架比起其他 HG 高達模型係特別唔同嘅。咁另外啦，雪霸需要審視嘅地方真係唔多。最困難呢，都係要對準位置上貼紙。基本上玩開模型嘅朋友都一定會輕易搞得掂嘅。咁我估有噴漆嘅朋友見到呢一個藍色嘅貼紙位呢，係會噴上金屬藍嘅。不過我技術所限啦，我就用貼紙就算啦。腰部係呢一盒模型最少分件嘅部分，只有7件零件組合而成。最特別就係骨架嘅外形。身體做咗一個好特別嘅關節咧，連接雙手嘅，可以擺到呢個準備迎戰嘅 pose。喺後面睇係咁樣，嗱，不如拆開俾大家睇清楚啦，係咁嘅樣嘅，幾特別。膊頭甲冇任何可動。至於手部可以提起嚟到呢度，不過大家要留意呢2條喉管咧係會頂住嘅，千祈唔好夾硬嚟嚇。揸拳嘅角度咧最多係嚟到呢度嘅啫。上手腕同下手腕由於唔係以波裝咧作一個連接啊，所以咧就冇得360度旋轉。拳頭嘅旋轉角度係會有啲俾手夾件咧干涉得到嘅。最重要，成個手臂可以向上一伸，可以擺出當年玩第4次超級機人大戰嘅絕招啊！鬥氣斬或者叫靈光斬啦。不過我覺得如果佢嘅拳頭件可以多啲向下嘅可動呢，就令到個劍身可以更加直立。我想問大家有冇玩過第4次超級機人大戰呢？我第一次認識聖戰士登霸呢，就係1995年出於超級任天堂嘅遊戲啊！咁當時就玩日文啦，資訊又唔多，所以當時有朋友就稱佢呢一招叫做鬥氣斬啊！
咁而雪霸咧係屬於隱藏機體，我唔係好記得咧喺邊一關要用阿長啊駕駛住燈霸去到地圖指定嘅地點啊，而觸發劇情啊。雪霸印象中咧得兩招嘅啫，普通同埋超級靈光斬。咁佢個運動性就好高嘅，但係裝甲就好薄啦，基本上中敵人一招咧就會重傷。腳嘅可動我就用跪姿展示俾大家睇，絕對係一個驚喜。身體唔會偏埋一邊嘅，咁亦都唔會話浪費太多時間去扭動先擺得出呢一個樣。轉一個圈俾大家睇一睇個平衡力。腳爪方面都有一定嘅擺動角度，咁亦都可以360度旋轉嘅。咁啊，參考一下積臻喺12月推出嘅 HG 燈霸嘅其中一個出腳 pose 啦。後面兩對翼向上嘅角度大約係咁多，咁亦都有少許15至30度嘅方向擺動嘅。而翅膀亦都可以有少量嘅角度擺動啦。至於劍鞘就係安裝喺右翼上面嘅。盾牌有兩個方法裝喺左手上面嘅，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咁噶啦，將最下面嗰個零件呢俾個爪穿入去。之後再用力咧向左手壓就裝好噶啦。另外一個方法就係用呢一件零件先同咧左拳頭安裝好先，插喺個盾牌裏面，再裝翻喺左手上面，變成一個緊握盾牌嘅動作啊。嗱，至於劍咧，要預先同右拳頭安裝好。不過就有啲鬆嘅。兩款揸盾牌嘅姿勢，唔知道大家中意邊個啦。咁仲有一件事想補充嘅，呢一個雪霸嘅盾牌其實係重新設計嘅。咁佢本身係手握呢一個叫女神盾嘅，咁但係可能版權又或者係有啲裸露嘅情況出現啦，所以 Bandai 咧就邀請原設計師重新設計而家大家睇到嘅呢一個盾牌啦。咁可能會有朋友覺得美中不足嘅。最後總結一下，我就冇買 Metal Build 嘅雪霸嘅。咁冇辦法可以同場比較啦。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個 HG 無論外形同埋可動 ，Bandai 都已經做得相當唔錯噶啦。就算你唔補任何顏色，都已經好完美。夾縫位亦都唔多。咁我喺拍攝佢嘅可動期間呢，跌件嘅問題完全冇發生過。咁無論組裝啦、加工又或者玩樂嘅體驗，呢一個 HG 雪霸絕對唔會令你失望。咁我好希望呢一段影片呢，能夠送俾喜歡雪霸嘅朋友一個選擇。究竟係買 Metal Build 啊，定係 HG？ 雖然兩個都係好難買，咁同時亦都希望能夠送俾70年代出世嘅朋友一個回憶嘅。如果中意我呢一段 HG 雪霸影片介紹嘅，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最好就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好，下集再見，拜拜。